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碰到水的猫咪就像碰到热油一样弹起。猫为什么这么怕水？有同学说猫就是天生怕水。那么问题来了，史前的野猫它到底是怎么知道鱼好吃的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先要从家猫的祖先讲起。家猫的祖先生活在非常干旱的非洲北部，他们在那里生活了数百万年，对于大量的水天生就有陌生感和恐惧感。最主要的原因是全身湿透后会影响它们的灵活性，跑不快，跳不高，简直是喵生的一大灾难。而且猫咪本来就爱干净，没事就爱舔毛，总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还能留下自己的气味。你这一冲水全都搞砸了，还得重新舔，累都累死了，还能不生气吗？所以猫不喜欢下水，可能是这个原因。既然猫天生就怕水，那么生活在干旱地区的它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养成吃鱼的爱好呢？这就很奇怪了。要解释这个问题，目前最主流的说法是和人类有关。几千年前，最早被猫咪驯化的人类，不对，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猫咪出现在尼罗河流域。在尼罗河边，一些以打鱼为生的部落喜欢用鱼来喂养它们，这才让家猫养成了喜欢鱼腥味的饮食习惯。虽然有些个别的家猫能够自食其力，偶尔也能凭本事自己搞到鱼来开开荤，但那都是极其个别的情况，基本上还是得靠人类投喂。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鱼猫，真正天生爱吃鱼、为吃鱼而生的猫。这是猫科动物中唯一离不开水环境的物种，几乎可以说是半水生的存在。它们的身体结构针对水中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进化，非常适应在水中捕猎，这让鱼猫赢得了水中之虎的美誉。说我是水中之虎，不敢当啊！声音压里压气，一点也不像猫。为了能在水边成功捕猎，鱼猫学会了模仿鸭子的声音。这种聪明的伪装是长期环境适应的成果。除了声音，鱼猫还进化了脚掌。它的脚掌和其他的猫科动物不太一样，反而更像鸭子的脚掌，呈现半蹼状，也称为蹼足。蹼足为鱼猫在水中和沼泽地带的活动提供了必要保证。在水中，蹼足有利于更好的划水；在沼泽，能保证鱼猫正常行走而不陷入泥中。在生物学的分类上，鱼猫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豹猫属，与豹猫是近亲。它们的身体结构针对水中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适应在水里捕猎。和其他猫科动物不同，鱼猫的毛发有着特殊的双层结构，紧挨着皮肤的是一层短而致密的毛发，水不能穿透它。这样的话，即使鱼猫在冰凉的水中活动，也好比穿了一件保暖内衣，能抵御寒冷。外层是一层相对较长的毛发，既能保暖又能防水。鱼猫的尾巴虽然不长，但在游泳时非常有用，像船舵一样帮助它们快速转弯，使其畅行无阻。随着时间推移，鱼猫的尾巴变得短而粗，显著提升了游泳的能力。类似于河狸和海獭短粗的尾巴，鱼猫的尾巴也在向短粗型发展。虽然不如它们夸张，但趋势明显。作为猫科动物中向水生环境发展的先锋，鱼猫的捕鱼技巧可谓多种多样。首先采用了猫科动物的经典套路——伏击。它们有时候蹲在岸边，有时候站在水里，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它们等的是什么呢？是渔夫上来换气的那一刻。鱼猫会突然猛扑过去，把头扎进水里，同时脖子尽量伸长，直接用嘴咬住鱼，动作极其迅速。对于水里的鱼来说，这种从水面之上的突然袭击简直是防不胜防。鱼儿们往往是刚靠近水面就被鱼猫偷袭了，只能说特别郁闷。除了有耐心，鱼猫那长长的胡须还能起到雷达的作用，只要探入水中，就能敏锐地捕捉到水里的微小震动，帮助它们准确找到鱼的位置。
在鱼猫的食谱中，鱼类占据了 70%。除了鱼，它们还会捕捉青蛙和虾蟹来丰富自己的食物来源，甚至还会捕杀野鸭来改善伙食。这些猫科动物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地区，但它们的分布非常零星，难以连成大片。主要集中在印度、泰国、越南等地，喜欢生活在红树林、内陆湿地、沼泽和靠近水源的芦苇丛等环境中。鱼猫对栖息地的选择非常挑剔，适合它们的环境并不多，这也是它们数量稀少、分布零星的原因之一。这种神秘感正是源于它们独特的生活习性。它们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主要在夜间出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避开天敌，还可以更有效地捕捉夜间活动的猎物。即便是专门研究鱼猫的科学家，也很难直接观察到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性。因此，研究人员大多依靠陷阱相机和其他间接的方法来收集鱼猫的影像和数据。这些设备通常设置在鱼猫可能出没的区域，通过自动拍摄来捕捉它们的身影。然而，即便如此，能成功拍到鱼猫的机会也非常稀少。鱼猫的外形和某些家猫很相似，但体型大得多，能有家猫的2倍大。有些鱼猫身长可达80多厘米，体重超过15公斤。虽然比不上狮子、老虎和豹子这些大猫，但与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如雪豹和猞猁相比，鱼猫已经非常接近了。因为它们的花纹和形态与大猫相似，加上总是半夜出没，很多人误以为是老虎，引起恐慌。比如印度的一些地方把它们叫做鱼虎，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红树林之虎的称呼。这些称呼说明，即便是当地居民对鱼猫也不太熟悉，所以对它们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像泰国，虽然有许多看起来适合鱼猫的栖息地，但直到2016年才通过一张陷阱相机的照片确认境内真的有鱼猫。可以说，研究它们非常困难。不过，科学家们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这种神奇生物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从2002年到2017年，全球鱼猫数量下降了 30% 以上，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鱼猫目前面临栖息地减少的严重困境。曾经在亚洲地区，鱼猫的分布十分广阔，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环境的破坏，栖息地大面积缩水，在阿富汗，鱼猫已经灭绝。在中国，虽然鱼猫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但是中国已经多年未有鱼猫出现的可靠报道。有不少学者认为，鱼猫或许已经在中国灭绝了。人和鱼猫为了生存都离不开水源，鱼猫喜欢的栖息地，人类也喜欢。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把湿地改为水产养殖基地，导致超过 50% 的红树林消失，鱼猫找不到其他栖息地，就只能跟人类做邻居。这种情况下，鱼猫发现鱼又多又容易抓到的地方就是人类的鱼塘，因此它们经常光顾鱼塘，这就难免引起与人类的冲突。鱼猫的爪子有些特殊，不能完全缩回脚掌里，留下的脚印很容易被识别。村民们一看脚印，就知道昨晚又是鱼猫来偷鱼了。这样的频繁偷鱼行为容易引发村民的不满，导致了针对鱼猫的报复性猎杀。这种人猫冲突加剧了鱼猫的困境。原本它们的栖息地已经因为湿地被开发成鱼塘和农业用地而大幅缩减，红树林的消失也让它们的家园支离破碎，食物来源日益短缺。面对这些挑战，鱼猫依然顽强地生存着。作为水中的独特猎手，鱼猫丰富了生态的多样性，展现了大自然的奇妙与美丽。虽然鱼猫还不能算是水生动物，但它们已经表现出向水中发展的趋势。或许在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地球上可能会出现完全生活在水里的猫科动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我们人类的保护下，鱼猫不能灭绝。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鱼猫，守护自然之美。记得点赞、订
订阅关注，谢谢。好人一生平安。